第4课，成为孩子的榜样。在孩子的眼中，父亲不仅是一位照顾者，更是一面镜子。你的一言一行，无形中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理解，甚至塑造了他们的品格与价值观。有人说，父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英雄，也是第一个学习的对象。那么，如何成为孩子生命中的正面榜样？让我们一起从生活故事中找到启发吧。何学文是一位年轻的爸爸，他自认是一个很普通的父亲。他对孩子的教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，只觉得自己做人要正直，工作要努力。但有一次，他的小儿子哲流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。一天，哲流带回一张诚实小英雄的奖状，开心地跑到何学文面前说：爸爸，老师说我是班上最诚实的小朋友，因为我把捡到的10块钱交给了老师。何学文一边鼓励哲流，一边忍不住好奇问：你怎么会想到要把钱交给老师呢？哲流歪着头想了想，回答道：因为爸爸之前也把捡到的钱交给警察叔叔啊，你说过这是正确的事。这句话让何学文愣住了，他回想起来，原来几个月前，他在超市门口捡到一张100元钞票，特意带着哲流去附近的派出所交给了警察。当时还耐心地向哲流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。没想到，这个看似平凡的行为，居然深深影响了哲流的价值观。孩子就是这样，从父亲的言行中吸收生活的道理，或许你的一句话、一个举动，都会成为他们未来的行事准则。责任感和品格的养成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是潜移默化的过程。一个小故事或许能说明其中的微妙。克强是一位中年上班族，他的儿子长乐今年刚上国中。长乐很喜欢养鱼，但他总是把清理鱼缸的责任推给爸爸，理由是爸爸比较懂嘛。有一次，克强忍不住语重心长地对长乐说：这些鱼是你的伙伴，你应该对他们负责。如果你不清理鱼缸，他们就会生病，甚至死去。长乐当时虽然答应，但还是没放在心上。几天后，鱼缸的水变得浊黄，一条金鱼死了。长乐伤心得不得了，跑去找爸爸：怎么办？它死了，是不是我害的？克强没有责备，只是拍拍长乐的肩膀说：有时候学会对一件事负责，可能需要一次教训。这条金鱼虽然走了，但它给了你一次成长的机会。从那次以后，长乐每周都会主动清理鱼缸，还会上网查资料，学习如何照顾鱼群。他甚至把这份责任感延伸到学校生活中，成为班级的植物角管理员。克强欣慰地发现，责任感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会在生活的土壤中慢慢发芽。有人说，影响孩子的往往不是父亲说了什么，而是父亲做了什么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一个简单的行为都可能在孩子心中埋下一颗深远的种子。
有一次，林叔带着儿子俊洛去乡下探望爷爷奶奶。当时爷爷家的屋顶有些破损，林叔二话不说，爬上梯子修理。俊洛站在一边，惊讶地问：爸爸，你怎么什么都会？林叔笑着说：这是我小时候看你爷爷修屋顶学来的，现在也轮到我教你了。当天晚上，俊洛写了一篇日记。我的爸爸是个超级英雄，他不仅会修屋顶，还会用行动告诉我要为家人尽心尽力。不久后，俊洛在学校里也开始主动帮助同学，还因此获得了最佳同学奖。林叔心里明白，孩子的生活态度其实就是从父亲的日常小事中潜移默化地学来的。节育，成为孩子的榜样是一生的课题。成为孩子的榜样，不是要求自己成为完美的人，而是用真诚与行动，为孩子树立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。你的行为是孩子模仿的模板，你的价值观是孩子人生的指南针。从平凡的生活细节出发，用爱与责任感感染他们。这不仅是父亲的责任，也是父亲的骄傲。记住，你的一小步，可能就是孩子的一大步。你的每一个决定，都会在孩子的人生中留下深远的印记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成为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榜样。